你们的马路易都是水货。什么叫水货？我这个才叫做泡过水的水货。这个箱子也太烂了吧？怎么样的？邮局人员就说啊，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也是可以把它再拒收的，把它退回。神经病哦，这个会爆炸。跟大家讲，这个才叫大损，好不好？你那个小猫洞，你跟我要求大损，我他妈我真的是。气死！气死！新农场企业、祥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美发多暴击 ，BD 暴击 BB 弹。好想破千赞啊！不知道荧幕前面的在座各位第一次认识 NPFI 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像我呢，就是小六刚升国中，那时候网咖刚开始盛行的时候呢，我一个同学就带我认识了 CS 这款游戏。那一开始新手嘛，什么不知道，连买东西都不知道啊，就一直被压着打。那我那个接触过的朋友呢，他就是跟我讲说啊，就买 B31就对了，这个小1号弹药一起按就是买子弹啊。刚开始透过游戏看到这把枪的时候，想说哦，这什么机型的枪啊，很丑，跟懒觉一样。莫名其妙，到底是什么破枪啊？实际上透过游戏玩下来，发现我这个还蛮好用的。射速好快。那时候呢，国中生嘛，大部分什么都不懂，只知道 MP5 这支枪，然后也不知道它所有枪型。我记得我那时候拿的 MP5 好像是 A4 还是 A5，有点忘记了。购买的选项我也没有去特别注意。那直到之后改款，就发现，怎么会有一个 SD6？就觉得哦，这款 MP5 就真的比较好看，就比较帅。那当然，透过另外一种游戏，我也初步认识到 SD6 就是《红色警戒2》里面那个有一关就是海豹部队啊，去拯救一些士兵啊，建立自己的基地的那一关，我就觉得哦，海豹部队是那 SD6 吗？我不知道，游戏里面出现的啦，这真实状况我是不知道啦。那也是因为那时候网络盛行 ，MP5 的印象，我相信植入许多玩家的脑袋当中。我认识周边很多人，然后他们在10年前吧，他们的心目中的第一把枪的就是 MP5。如果我那时候钱多一点的话，就可能提早入，可能我记得大3吧。那时候首选我也是会选择 MP5 啦，毕竟熟悉的最对味。那随着时光的飞逝呢，那个枪的外形啊、功能性啊越来越进步，然后也越来越帅了。那 MP5 呢，也渐渐的被许多人埋藏到心里面的最深处。直到前年哦，2023还是2022，有点忘记了，应该是2023啊。马路易又推出一款次世代 MP5 出来，它连续推出了 MP5 A4、A5、SD6，渐渐的唤起许多玩家当初的那个记忆。而我这次去日本呢，除了去跟日本玩家交流之外呢，身为一个专业的生存游戏玩家，去日本怎么可能不买枪回来嘛？介绍这款 MP5 A5，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从外箱开始说起。在介绍外箱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应该说在世界各地吧，就是有买马路易的朋友呢，你们的马路易都是水货。怎么说呢？因为版权的关系呢，马路易有些刻字啊会极为相似，或是位置上面就是极为类似，也不免一些版权章。版权认证方的抗议或者是他们的要求，所以马路易大部分他们的枪基本上是不会去做一些外销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各地使用的法规不一样，那有一些版权认证方就会特别要求，没办法，这是大家的商业行为，所以就那个。那刚刚说到水货呢，各位，我这个才是正水货。我看到这个盒子已经烂成这样，讲到这个就有点生气，就是真的是之前那个胖胖讲的中华民国万万岁。那时候我去日本玩的时候，帮我朋友带2支回来，那我的枪带就是塞不下了，我想说好算了，就是辛苦自己嘛，比较辛苦别人嘛。那我的就是去当地的那个邮兵给我寄回来这样子。那时候我刚回台湾啊，过没几天就下雨了，然后下雨的时候日本放晴变成台湾下雨啊，我也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直到我收到通知，然后我去拿，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他跟我说，刘先生，你那个外箱可能会有一点潮湿哦，你这边要再确定一下哦。然后我就一点潮湿应该还好吧。那结果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烂成这样。什么叫水货？我这个才叫做泡过水的水货啊！给我收10%关税，为什么会收10%关税？你只要超过2000块的价值的东西，你透过邮局寄回来，就给你收10%的关税。这是中华民国万万岁哦！真的是收税就算了啊，箱子都给我用成这样。然后我说，这个箱子也太烂了吧？怎么样的？邮局人员就说啊，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也是可以把它再拒收的，把它退回。那我退回，我到底是要退去哪里？然后退回去给那个小罗，还是怎样？还是林北的钱，林北去小罗那边寄回来的啊？就不可能退回那个我当初买的那个枪店，然后交给我换新的盒子，不可能啊！神经病哦！算了，我还是收下，因为我在邮局里面打开也要确定一下，因为盒子有点这个受潮了，我也觉得好了，算了，只要里面本体什么的没事，我就觉得无所谓。那好加在本体 OK 没问题，要不然我真的是会这个会爆炸，我应该会当场在邮局那边那个发飙吧？为何用成这样子？的确是会让人家不爽啊！跟大家讲这个才叫大损，好不好？你那个小猫洞，你跟我要求大损，我他妈我真的是。
气死，气死！回归主题，先说到外盒，那透过这个外盒，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MP5 这个字哈，反光的 MP5就是这样子哦。我们看光线会折射有没有？那个字有没有？哦，显现出高级感。那另外看到侧面，它的侧面有这个世界9国特许取得台湾、香港、中国，还可以等一下，马路是不是辱华了？侧面只要有 MP5 这样都是直接就是给你反光的印刷给它用上去，高级感绝对给你做好做满了。然后这个一样哦，一样是那个 Seikai no No.1 Dento Haili 日本制造这个 Seikai no No.1。我觉得马路厉害的地方就是，我没有真正的要输出其他国家，我只是给我们国内的玩家玩的。然后你们要买就是真的自己去买水货，但是我还是得到世界 No.1 的玩具枪的这个殊荣，屌，真的屌。好了，那打开盒子之后呢，映入眼帘的可以看到哦，第一把就直接 MP5 在这边了，枪神不要理它，毕竟我买来我就会先玩的嘛。再来是它的弹夹跟它的这个纸做的假弹夹，马路就这样很贼，一定要你多买一个弹夹。如果是那种全包装就是完美派的，你应该会想要再多收一个弹夹啦。它这个子弹夹应该就会拿去丢掉之类的。那另外呢，它可以看到这个面音管的那个转接头上面会有这个2个垫片，这个2个垫片是电面音管的转接头的部分，那厚度不确定，应该是一样的啦，没差。反正因为我也不会用到，我觉得这个转接头尽量不要丢掉，也不要送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等一下后面跟大家讲好用在哪里。接下来就是小盒子了，它里面有附这个安全头，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调整的小工具。想玩几秒的话，尽量不要遗失。它里面附一个那个他们的原厂 BB 弹啊，配件大概都是这样。然后这个盖子后面，那说明书其实也放置位置还做得蛮精致的，它还给你卡扣，放置位置还有4个角角哦，让你把说明书固定，不会乱跑，厉害啊！这个细心到那个说明书位置都给你放好放满。这个拿出来后，直接这个拔纸啦，然后这个回复维修品要寄回去的东西，然后再来是 MP5 的红色说明书，直接高级感拉满。那最后来到本体的部分哦，它的外观哦，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安全贴纸在这边非常的清楚。为了要拍这个开箱，我之前玩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拆这个贴纸。那现在拍开箱了，终于可以撕掉了安全贴纸。那接下来也看得到它马路这边有一个 hold up 的缎带，那这个缎带我教大家怎么拆哈，不用硬把它拆，优雅的把它拆掉就好了。这个箭头有没有看到？就把它拉出来，反向转回去，这边再从这个原本的洞给它穿进去。你就可以很优雅的把这个纸缎带把它拿下来，不用破坏，不用破坏。外形的部分呢，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个 MP5 A5 的设置。A4 呢是后面是固定托的，因为之前我看那个马路易的官网的介绍 ，A4 它的电池是后出现的，那 A5 跟 SD6 只要你是伸缩托的，它的电池是前出现的。之前应该有参与过投票吧，就是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经典 MP5 是哪一型的？相信各位老观众应该都有投票啦。依照我来说，我应该就是 A5，而且重点是它是可以伸缩好收纳，以 MP5 系列来说，它的体积缩起来是最小的。最后我就是决定买这个 MP5 A5。外观部分呢，一样看到这个9 mini 乘以19，基本上你所看到的一些外观刻字啊，连上面这个 HK MP5 啊62之3519515这个刻字，以及它这个侧面只要弹夹型的部分哦，这边就比较不一样，这边是那个 Made in Japan Tokyo Marui ASGK 就是基本上是只要日本玩具枪啊，它上面这个会有这个安全的这个 SGK 的这个标志，就是确定安全的玩具枪。它前面会有一个枪带的扣环，那可以看得到它前面的 MP5 这3个凸点，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对应的这个转接头，对应这3个凸点，然后进去压到底，转一下就可以上去了。那前面的就是一样是逆时式牙的东西，只要找个你喜欢的面音管啊，或是发光器装上去，这个 N1 Misa N1 发光器，帮红星做一下广告。那一样逆时式牙转上去之后，就觉得外观上面好像比较好看了，然后再把这个后托拉长，感觉就是这种完美的黄金比例哦 ，perfect。准星的部分，那 MP5 的一样系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有准星环呐。往后看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拉柄，著名的 HK Slap， 来拉给看。它这个拉柄往后拉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后面的推弹孔的部分，这边就会有看到这个 hold up， 在这边可以做一个调整。刚才就讲到它的电池仓是在前出现的位置，把这个插销打开，往前推啊，再往上拉。那跟大家说一下，次世代呢，它的改进哦，其中一样就是它的电池头的部分。它这个电池的头的部分，它是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款式的头啦。如果我知道朋友也是麻烦一下留言区留言解答一下。我记得这个马路易当初很注重这把 MP5 次世代
代的宣传，所以他也不会忘记一般我们用连填空头玩家啦。那注意一下，各位如果你要改的话，不要接错了，确定一下，跟大家讲一下，电池方是母头，枪身是公头，它有专属电池啊，但是我想说那专属电池其实还蛮贵的，所以我又去买一个7.4V。另外跟大家注意一下，那个马路鱼的枪全部跨沙小，我要全部。我所以想要小养不都建议用7.4V 的电池，因为受限于日本那边法规的关系所以他们出数不会很高。那如果你要是使用11.1伏的电池，会容易造成它的马达过转，你的枪就可能呼一下，那一下你就不用玩了，又要送厂维修或什么之类的。装上去就是很简单，那只要把它接上去之后嘞，这样子折起来，下面这个孔有看到这个凸点吧？把它塞进去，固定一下，然后这个线整理一下，先把这个电池顶住这个凸点，好，整理完之后嘞，再把它对进去，往后推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插销塞进去，好，结束解决。那我们再看到后面MP5 这一个扣环，我相信如果没有研究 MP5 的朋友，问说为什么 MP5 后面会多这个扣环？它到底是扣什么的呢？其实它是有 MP5 专用的枪背带，这个枪背带如果各位有研究，它是一个日字款，先扣住，然后前面再勾，然后勾起来。如果紧急要伸缩的时候，会啪拍下去，那个扣环就弹开，就直接去做射击的动作了。怎么样？看黄标气象的频道又多学到一个没屁用的冷知识了吧？那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个卸弹钮的部分。那它的卸弹钮真的是很神奇，它除了有这个扳的之外呢，这边还有一个 N4 卸弹钮。可是这个很吃手指的长度啦，因为你手这样子，你通常是这样按右脚按，但是你手会这样子按，它才会确定它卸弹的部分。MP5 它也有卖改装品，就是在这边会直接往下压，它往前推的一个改装的一个机关。我上网查不便宜，我当初也想买，我想看到那个价格有点花不下手，再加上是那时候我去逛的那个新城里面，再逛下去真的是已经没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了，所以后面想说算了，我之后去日本有机会我再去买这个零件。握把部分，它经典的这个握把，我觉得 MP5 它的握把的这个虎口的位置有点太高了，但是我也不想去动，因为它这个切这个射旋钮的部分的时候，你手虎口没有那么高，你是切不到，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手比较小的东方人来说，你要是射旋钮这边好，你要虎口在这边顶住，你这切会很难切。说它小吗？其实它有很多设计来说是针对欧美人会比较好使用的一款冲锋枪啦。对东方人来说，就是因为手真的比较小，所以它就是比较很难控制这个界面，就因人而异了。眼尖的人应该注意到吧？它这个射旋钮的部分呢，它有这个safe 单发、3连发跟 auto 3连发是在 MP5 里面，它有附电池扳机，也是依照真铁世界来说 MP5 的这个3连发的这个设置，而且它的这个切换历历分明。不过对于平常我们在玩那个 AR、M4 系列的朋友啊，就是它的射旋钮是直角的，每一转都是90度不管是有3连发还是没3连发，它的射旋钮都一定是90度作为一条的。对于这个差不多应该一个15度吧，还是45度的那种射旋钮，真的会不习惯。就算对战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我在打，我现在还没有遇到敌人，我看遇到了，马上切单发就直接发射了，然后没有就直接切 safe 就回来就这样子去打。但是因为这个的界面它是属于45度角的，有时候也会扳过头，不要3连发逼他打进去，被我切到3连发的朋友真的是很抱歉那没办法，因为我就习惯直接给他切90度了，那个力道一过头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3连发就切下去了。后面我是担心说我又怕我会切到3连发，所以我进去场地里面准备，我就直接给他切单发，就是直接对我就不用再切那个。该死的肌肉记忆又遇到了，我又给他切又是3连发。不习惯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罩门的部分。那它这个罩门呢，基本上就真的是依照真铁的方式下去做的。那刚刚我介绍到这个吧，这个小零件，它主要就是去做调整的，它是高低的部分。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枪托的部分，因为是 A5，所以它是做这个伸缩托的位置。那它的段位也只有一段，直接拉到最底的，给你一段式的。那这个后面插销可以拔出来，然后把它就可以做一个后托的更换了。它有卖那个另外一个改装品，是后面是鱼骨的，可以接鱼骨的后托，只要对应得到就可以接了。弹夹部分呢，它原厂是给你72连的弹夹，然后我上次去日本，他们只剩200连的，72连已经销售一空了，有点可惜啊。我想说之后我再去日本的时候可以自己带，或者说请日本朋友有的话就再帮我带一下这样子。这个弹夹呢，它除了72连之后，它还可以调成30连的。我们先把这个底盖的这个内六角把它放松，然后这个头给它用力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翻开这个
啊，它就可以自己选择7、12或是30点。如果你想玩那个模拟真枪的那种弹量数的话，你就是调到30点啊。你想说啊，算了，我只是玩啊，我也没有多的弹量数，你就调到7、12点，这样子基本上就够玩了。可以依照你的玩法因人而异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做的还蛮神奇、蛮好玩的。如果有做那种无声弹夹厂商，建议也可以这样玩玩看，卖点应该会不错。如果台湾厂商有兴趣做再做。刚刚讲了，它是电子扳机的，所以它这个拉柄拉3下。2秒内拉3下，它就解除这个无弹的方式。再来这个看到这个蓝色这个点，就是现在是切那个的，解除无弹不激发的形，所以它这个颜色会这样变。你再拉3下。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灯，它就关掉了，就真的解除了无弹不激发。那你拉一下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发射，因为就是要清空你里面的残弹。为了安全的设计，主要也是防真因为真铁或是瓦斯，像我们拉的那一下也是要清空它的弹仓里面的弹之外呢，另外就是把它的那个脊髓做释放回弹的部分。OK， 来拉一下。另外，因为它是次世代，所以它这个片，仿真枪子在那边动。它做这个里面这个机夹片会之外呢，因为它次世代，所以它有防一些后坐力。虽然有些玩家觉得没有很大，但是我觉得电枪来说有这种后坐力，其实还增加一些乐趣在的。有多的这个后坐力，我觉得它的耗电会比较多一点但你只要准备2个7.4V的电池，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异。我试过1颗也可以玩整天毕竟场上我不可能说抽到我就就没有人抽到这样子。它好玩的地方就在电动枪机夹盖会动，然后有后坐力。另外跟大家讲，不要小看这把 MP5， 它的枪小只的，哇他妈真的是拿过的人都觉得重，你会觉得适合女生用，对不对？我跟你讲，因为它这个里面的金属的把，连这个枪身的外壳这个也是金属的，所以你拿起来，我等一下拍它的重量给大家看一下。那长度的话，跟大家确认一下，长度的话展开来说的话，应该是65公分、66公分左右啦。那缩起来的话，大概在49公分、50公分左右。没有轻巧，小巧，它不是轻巧，它是小巧控制的这个冲锋枪。当时呢，德国做出这把 MP5， 它的那个效能一样9 mini 动用很多那个手枪弹，然后以及射速快，流行全球，应该有20年有了。连我们台湾的霹雳小组也是用这个 MP5 来去做他们的主要的步枪。我刚刚讲的嘛，我会使用红点，所以我会另外购买它这个 MP5 次世代专用的鱼骨，直接安装在这边。我们先把这个红点装起来，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测试一下它的性能给大家看。Go。1、2、3、4、5、6、7、8、9、OK， 10吧，来喽。知道吗？38，开38。好，那我们现在到犀牛了，那我们先来测试看看这支 MP5 次世代它的距离可以打多远。那么从这边就打那个最后黑色的灯芯靶，从这边距离算的话 ，Google 算下来是50公尺左右。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了。OK， 那经过以上介绍呢，相信大家对这个次世代 MP5 应该会有多一点的感想啦。我相信在台湾真的是因为天气跟我们的那个法规原因在台湾的流行程度没有那么多，反而是它的那个瓦斯枪会比较多人喜欢，无可厚非，也是正常的，因为台湾人就比较喜欢拟真的那种做动的方式以及拟真的拆解方式。但是如果依照好玩程度以及新奇程度的话，我觉得次世代也不输它的瓦斯枪，尤其是它已经有附赠那个电子扳机在上面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啦。那再来是很多台湾厂商没有做它的维修的零件或补品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台湾没有那么流行次世代的一个因素在这边啦。但也没关系，如果说有朋友有的话，可以借来打个几发玩一下，它的爽度是真的。对于已经有在玩电枪的朋友来说，你接触次世代，你会觉得看这是它小什么好东西，还蛮好玩的，可玩性非常高。之前我也摆在红心里面给一些熟客来玩一下我的这个次世代，他们感受一下那个电动后坐力的感觉。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没有像瓦斯枪那么大，但至少感觉体感真的是好玩。
好很多很多。那我相信各位心目中有自己的一个经典的 MP5， 但是在我来说呢，目前就是这款 MP5 A4。其实呢，我比较喜欢 SD6啊，但是随着时间啊，然后看到许多枪之后，也发现就是 SD6 可能就前面真的是太粗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觉得 SD6 是前面就太粗，真的随着时间，我会觉得 MP5 A5 来说，它前面再加个一个小消音器，像我这样子加一个发光器，我就觉得很好看的。我之后可能会想要把它的护目改掉，改成 N-LOK 式，或是它有那个三面鱼骨的下去做改装。不过它也是一笔钱啦。再来是说台湾也很难找有卖它的这个护目的部分，我不知道它跟 VFC 的有没有相容嘛，这不确定。但是依照上面这个距离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啦。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这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 MP5 次世代，希望大家会喜欢。后面还会介绍其他我从日本买回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玩具，再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按赞以及分享。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我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以及 FB。如果你要参加介绍我的项的话，赶快私信我 IG 以及 FB， 我就可以跟你约时间。好，就这样子，我是蛙哥，我们下次见，拜拜。